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老师，对不起，我没干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小龙，你手里那录音，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老师，这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您信我吗？儿大不中留啊！老师，那个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老师，那什么，小龙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你是他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老师啊。最近经常在想，说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的话，咱俩现在是啥样？背着个啥钱，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但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我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
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因为它让我感到安全。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哎呀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菜吃不惯，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怨我，我想你这你别让我再见到你！你快滚！下面就万川矿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5月16日晚7点37分，海东省东平市万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2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
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陈总，万总到了。哎呦，贵宾！陈总，哎呦，万总，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来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陈总，这是啥情况啊？啊，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好，快趁热吃。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万总，来多吃点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好。万总，医院的情况咋样？别提了，死了俩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呀，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可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哎呀，倒了霉了，我这跟我赶上这事儿。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赔多少钱呢？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人要200万。哎呦我去，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儿扛。陈总，谢谢啊，你别安慰我了，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我给。你付，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还有这个，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啊，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陈总，谢谢款待啊，谢谢。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儿，我先回去了。你说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让你走，聊完了吗？你就走？掐急眼了呢，你再约啊！干什么玩意儿？回去！我们回去，躲开！回去！别动！哎，别动！干什么玩意儿呢？哎呀！我腰！放开我！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升降梯，啪一下掉下去，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轿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轿车没了刹车油。那个轿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
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否则啊，我真不知道你能干出什么。班总，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这个案子啊，在审理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战线，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张放同志的意见啊，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18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得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好，好。刘帅，知道您最近干活特别辛苦。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我不是这意思啊。
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的，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进。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2名，开发区纳税第1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我是觉得3栋房都不够。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老乔查过天龙集团？是的。什么时候？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好，那就谢谢了。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天龙集团。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有什么问题吗，李姐？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张文京开庭第1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
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像。像吗？正好你们都在。引出。引出。这是公安刚刚移交过来的一起故意杀人案，提请批准逮捕。严律，你协助他处理。好。这是网上之前炒得很火的那个反杀案。这是舆论的定义，但最终是不是刑事案件，需要我们来把握。在此之前，谁也不许先入为主啊！从闯入者变成了被害者。对，公安机关认为魏小凤的父母对死者汪雷的不法侵害行为虽然有防卫性质，但是属于防卫过当，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哦，这是要逮捕他的父母啊！人已经拘留了，只有7天时间啊，所以是防卫还是犯罪，逮捕还是不逮捕，需要你们好好审查。我再提醒你一点。自从去年昆山反杀案引起舆论轰动之后，任何关于正当防卫的话题都成了大众的关注点。其实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说，并不复杂，难的是查明事实，尤其是一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当时的情境究竟是什么样的，需要你们做大量的调查。所以谁也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明白吗？嗯，好。这卷宗里面有很多份报警记录啊，记载了案发之前，汪雷曾多次纠缠魏小凤，想要跟她发生性关系，还堵在她家门口还有学校门口进行骚扰跟威胁，而且发送过含有死亡威胁内容的短信。但是汪雷的父母都作证说，魏小凤和汪雷是男女朋友，魏小凤花了汪雷家很多钱。又傍上了其他人，又想甩掉汪雷。汪雷去找他们家要钱，魏小凤一家一直拖着，算是一户老赖。还在看警方提交的视频呢。这个视频太模糊了，只能看到汪雷偷偷摸摸地闯入了魏星月家，和他们发生了争执，然后被打倒了。但这上面魏星月夫妇在汪雷倒地之后还在攻击他，这到底算不算是正当防卫啊？现在我也没法下判断。你说这视频太模糊，据说这还是魏星月家感受到了汪雷的威胁，在自己家门口才安装的，有就不错了。咱们一步步来吧。那下一步怎么办呀？下一步，我联系了魏小凤母女当时工作的饭店，咱们去看看吧。好。哎，停！王总，哎呦，好久不见啊！哎呀，是姚总啊，这么巧，你也来这边打球啊？哎呀，我是1年呀，难得打几回球，不像您，一看就是常客。我那是闲的，比不了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昨天我还在手机上看到中医基金会成立的报道，
势头正好，是吧，姚总？现在说姚总是新州市第1大慈善家都不为过。林总过奖了，那是小女姚真的想法。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要支持她，年轻人嘛，就该出去闯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王总在，这慈善基金会的第1把交椅，还轮不到我吧？令千金才是人中龙凤，姚总教育的好，姚氏集团后继有人，让人羡慕。您就别夸她了，这丫头啊，就是个热心肠。哎呀，现在看看新州市那些富商的孩子们，有几个能像令千金这样啊？一个个都是坐吃山空的样子。哎，王总，我听说最近您又拿了一块宝地，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啊？你是说那块地啊？我是打算用它来做公益事业，这也是政府大力提倡的嘛。这个想法倒是非常不错。您有什么具体打算吗？具体的打算嘛，还真是没有想好。依我看啊，这块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从新州市长远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它必将成为新州市辐射周边地区的一个要塞。如果要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商业综合体，兼具社会服务性功能，我想这社会效应和影响力一定很大。哎呀，姚总的这个开发思路还真是不错呀。哎，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王总，给我这个机会，那是我的荣幸啊。好说，我也正想从你那儿取经呢，为慈善事业出一把力。走。哎呦，王总啊，您就别送了。关于那块地的事儿啊，咱找机会再聊。好，我等着你。好，先走了啊，再见。姚总再见。听姚世伟的话，他应该是对咱们那块地动心了。姚家现在势头正盛，他向我示好，我当然要顺水推舟了。那您之后打算怎么做啊？你有什么想法？您跟舅舅跟中医合作那么多的并购项目，应该不只是为了收笔 FA 费用。您是不是收了很多姚氏的散股？不断的说服他并购、拓疆，如果还能利用上这块地就更好了。您是想趁机拉高市值，操纵股价？我说的没错吧？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呢？行了，别猜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中医并购的事情你就不要再问了，你只要负责完成交代给你的事儿就行了。你们两个，一个让我不要问，一个让我不要猜，这就充分证明我想的没错，这件事情不简单。哎呀，我都说了，不要再说这件事儿了。你了解王达的性格，他最讨厌别人猜测他的心思，别让舅舅为难好吗？我无所谓啊，你们说不说都可以，反正我迟早会知道。对了，博文怎么样了？回国治疗了。他到底得什么病啊？急性白血病。什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别管这些了。我怎么能不管？他是我弟弟，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哎呀，你也帮不上什么。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好像这方面的专家，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找一找。哎呀，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他们那么多的事儿？他们母女都在你饭店上班，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这儿人员流动很频繁的，那个小女孩才干了1个星期不到就跑了，你说我哪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呀？再说了，警察都来问过1次了，你去问他们不得了？哎呀，小红啊，你怎么这么慢呢？你快点，那桌客人等了半天了。哎，刘老板呐，哎，老3样是吧？行，我再送你个凉菜，这立马就派人送去啊！哎，好嘞。老板娘，哎呦，你怎么还不走啊？你知不知道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当事人和其他人都有义务要配合的。那我说我忘了还不行吗？你看，你不相信吧？难道叫我撒谎？你不想说没关系，但是为了真相，我们是不会放弃的。今天我们穿便服，下次我们可能就会穿制服。今天我们过来问你，明天可能就会请你去检察院坐一坐。这样时间长了，你店里的客人会怎么看你啊？老板娘，我劝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他们母女在你饭店打工的时候，跟汪雷发生过什么？啊，怎么样？你厉害，把话都问出来了。要不是用这个方法，不知道那个老板娘跟我们打马虎眼要打到什么时候呢？现在看来记得挺清楚的。其实我只是没想到，汪雷父母所说的魏小凤和汪雷交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说法，居然还是假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魏小凤是攀附了有钱人，甩了汪雷，所以才从这里离开的。现在看来，好像是魏小凤想摆脱汪雷的纠缠，所以才离职的。按照老板娘的说法，汪雷一直在纠缠魏小凤，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都可以说得通了。我妹不在，有什么就问我吧。他人呢？有些事儿我们必须向当事人确认。我说过他不在，这件事我已经问过律师了。我们家这属于正当防卫，你们不把我父母放了，现在反而过来调查我，这明明都是汪雷那个混蛋的错。我们检察院来这儿，就是为了查清你的父母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才来确认证据。你这种态度，我们怎么问话呀？我已经跟警察说过很多遍了。是那个混蛋缠着我妹妹不放，怎么？你们也想来缠着我妹妹？好了，我知道，你的父母现在还没有放出来，而且面临着故意杀人的指控，你很心烦。但是，请你相信检方，我们反复确认，就是为了确保到时候的证据不会出错。证明你父母当时真的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才会做出杀死汪雷的举动。但是你这样一直阻止我们见你妹妹，我们无法获取最全面的信息，这等于害了你父母。哥，你让他们问我吧。他父亲说，我骗汪磊的钱，汪磊来找我要钱，我不给，所以才来纠缠。这个话根本就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所以你们之间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往来。为了让他别来纠缠，我爸妈甚至想过给他钱，到后来他就来学校找我，我只好叫爸妈来接我回家。再之后，他就开始在我们家门口晃荡，我真的很害怕。别怕。都过去了。那你们当时没想过报警处理吗？我们一直都是报警处理的，警察也管过我们。可汪雷，他不听，后来就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儿。那天晚上听到狗叫来着，
可大声了。后来呢？后来就听到有人打起来了，还有就是新月夫妇喊着报警，我们赶紧报了警。警察来了，进去一看，哎呀，新月和他媳妇的头都被打破了。在你们眼里，平时魏小凤是个什么样的人？小凤啊，小凤可是个好女孩，又聪明又懂事儿，放假了还帮她妈妈去干活呢。不过要不是她说要去勤工俭学，去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打工，也不会碰到那个坏蛋。真是倒霉呀！检察官同志，你说新月那2口子能放出来吗？是轻判还会是重判啊？啥时候能知道结果啊？我们村里都关心着这事儿。放心吧，法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这个汪雷，求爱不成就纠缠魏小凤，还捏造谎言污蔑他人清白，最后持凶器闯入他人家中，这分明就是意图不轨。还好魏小凤他们一家早有准备，要不然就可能被灭门了。调查到现在，初步证据有了，咱们接下来就看看嫌疑人的口供吧。魏星月夫妇故意杀人案，你们审得怎么样了？可以批捕了吧？我的初步意见，不批捕，2个都放。为什么？汪雷持凶器闯入他人家中，先行动手的。魏星月夫妇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加害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是犯罪行为。可是当受害人倒地后，嫌疑人已经停止了行凶。张一真在不确定汪雷是否会继续行凶的情况下，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在我们警方看来，魏星月夫妇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等等，张警官，您告诉我什么是正当防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20条同时规定，对正在进行的杀人、行凶、抢劫、绑架、强奸以及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员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但是当时汪雷明明已经倒下了，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只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这还得依照具体情况来定。我记得前不久就有一个行人之间路上起冲突，挑衅者被杀的案子，那次就判决了他防卫过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张警官，我认为你搞混了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概念。这到底属不属于正当防卫啊？还得看法律的规定。在汪雷已经倒下的情况下，法律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再对他实施加害行为的。法不强人所难，我相信，不论是谁站在魏星月夫妇的位置上，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包括你在内。尹绰，有结论了？尹绰，我认为魏星月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是犯罪行为，不应当被逮捕。你的理由我都知道，但是证据呢？目前最直观的证据就是这段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张一真在汪雷倒地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继续用刀砍。那么怎么论证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呢？汪雷虽然已经倒下了，但他并没有失去继续行凶的能力。根据他倒下之前的行凶行为，他一旦起身，必然会更加疯狂地反扑。如果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魏星月夫妇要等到汪雷再次起身、再次攻击之后才能回击，您不觉得这是太荒谬了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也非常同情魏星月一家的遭遇，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正当防卫的适用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目前的证据情况确实跟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您总跟我说法律人要保持理性，但过度的理性就是漠然。法律是我们的办案工具，但不是束缚我们的牢笼。尹绰，您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换作是您呢？您能想到什么时候应该再去正当防卫吗？您能理性到要等到汪雷再次站起身、再次攻击的时候，您再正当防卫吗？如果您都不能的话，又凭什么苛责2位完全不懂法律的老人呢？尹绰，我不是感情用事，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认为，魏星月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且适用于无限防卫。他们避免了一家人被灭门的惨剧。我再想想吧。毕竟正当防卫在现实中适用比例比较低，我们再谨慎也不为过。王总，还有一件事。怎么了？我们的人发现，雷万在暗中调查中义集团的并购项目，而且他好像跟任天宇搭上线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以为他学乖了，看来是活腻味了。你什么意思？找个机会办了吧。啊，明白。这事交给我吧，我去安排。是啊，这个事儿要是让别人去办，我还真不放心。多一个人经手，就多一份危险。所以雷万这件事情，必须你亲自去办。我只信任你。怎么？有问题吗？我听微微说，博文生病了，回国了吧？在市医院。当初我只是个会计，我发现的肯定没有你父亲知道的多，不过就是一些假账之类的。明天下午1点，中南路口给你东西。
做了。做得好。他还没有跟任天宇接触上吧？哎，你说这个任天宇，他还要害死多少人呢？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说错了吗？哼，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就做这点小事儿，至于吗？接下来就该任天宇了。对了，博文最近很好，不用担心。啊。雷万死了，就死在我面前，我就看着，什么都做不了。你别慌张，没事了。这么看来，黄大怕是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那接下来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不行，不行，你得离开新州市，你得离开国内，今天晚上就得走。我不走。以王达的性格，他是不会放过你的。那就要看谁先把谁干掉了。你这是要以身犯险，他们已经有了警觉，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你找到新的证据，会像害死雷万一样去害你。你不是王达的对手，你相信我，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走。往哪儿走啊？只要我们一动，他就一定会对咱们下手。搞不好你也会被受牵连。先不要去想那些，你先回欧洲。等这件事情风波过去了，我们再慢慢想别的办法。我现在就给你订票。我说了，我不走，我不走。去米兰有用吗？天宇哥，你这是要跟他们正面交锋？对，是谁教我做事情要懂得迂回的？你现在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吗？楚姐，我求你了，你别再劝我了好吗？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被碾死，被碾了2次。如果你再劝我，死的人只会更多。不管别人，我只要你不去送死，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你还不明白吗？我的死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很重要。我就是那个差点死掉。是吧？啊？怕死滚。好。就去做无意义的牺牲吧。土地转让合同已经拟定，与中义集团的签约仪式定在了明天上午的10点。行了，这事我知道了。你。啊，行了，这事呢我自有打算，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小朱，谢谢。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怎么了？谁欺负你？跟我说说。
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到，是任律师给你气受了。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他，我真的受不了。魏新月夫妇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可能，最终选择拿刀刺向汪雷，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一旦汪雷站起来，他们全家都可能惨遭灭门之灾。今天召开这个听证会，不是为了偏袒谁，更不是想帮嫌疑人推卸责任，只是想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大家解释清楚。试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是不是也会拼了命的去保护自己的儿女？毋庸置疑，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的。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都是旁观者，但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都是旁观者。在将来，你或者我都可能面对危险，都可能感到恐慌或是无助。所以检察机关做出不批捕的决定，就是想告诉大家，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做出反击。法律不会惩罚你，法律不会责怪你，法律会保护你。蒋文静，下班了还不走啊？尹绰，明天就是魏星月夫妇的案子批捕期限的最后一天了，我等着您给我结论呢。我要不同意，你是不是不走了？对，因为我不能接受。我都快被你说成历史的罪人了。我可以对我这么多年办案的思维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您的意思是，您可以同意不批捕啦？但是，不批捕决定书是由主管检察长签字审批的，现在已经下班了，你在这耗着没用，懂吗？行，那我明天一早就准备手续。哥，爸妈怎么还不出来啊？别着急，再等等。总算出来了。你儿子啊！我对不起你了，是我呀，真江检察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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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感谢江检察官，谢谢江检察官，谢谢谢谢江检察官，检察官，对不起，一开始我们还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们，江检察官，谢谢，感谢你。江检察官，好人好报，我们一家人祝你一生平安。我们一家又团圆了，谢谢谢谢。快回家吧。走，我们走了。这是你要的文件。
昨天没休息好。那天那个事儿，对不起啊，你别往心里去。我没往心里去。任略，我有话要跟你说。对不起，是我很没用。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很危险，比以往都危险。我真的很想去帮你，但是，我总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理解。你不懂。你把我从过去的生活解救出来了，可是你带我走进了更艰难的生活。我每天24小时都在待命，我每天都在为你担惊受怕。我真的很想去做好，可是我也真的是感觉到累了，我也怕了。然后呢？对不起，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走下去了。你非要现在吗？我真的不想再去冒险了。朱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没错，我的确有事情瞒着你。我其实早就不想干了，我想过那种安逸的日子。这条路走下去有多么的艰难，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不信。来，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刚才说的话，全部都是真心的。行，我理解你，你去吧。一切保重。
张警官，你在忙吗？任律师，你怎么来了？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这正要去找你呢。找我？是这样啊，根据现场监控显示啊，中南路口的那起交通事故，案发当时你在现场吗？我在啊。